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聊合金大转型，但获利却直直落，以及台积电打造地缘政治的防火墙策略。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副总编辑林宏达，欢迎宏达。是燕纯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对，最近过年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科技产业波涛汹涌啊，所以都晕船了。对，所以宏达身负重任啊。那其实国际的科技产业的变化基本上也冲击到台湾了，包括地缘政治，包括新科技的发展，慢慢从传产一路扩及到这个科技业。那这一次宏达发现了一家公司，基本上故事跟上次我们在讲力积电的情况非常像。这家公司叫做合金。欢迎大家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加入后不仅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还有会员电子信与专属徽章。同时也非常感谢已经加入频道会员的财团们，因为有大家的支持与肯定，才能让我们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也邀请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产业发展，掌握投资脉动。那我想可能有些人对合金不太了解，我们先请宏达帮我们介绍一下合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的布局是长怎么样子？它是一个专攻这个功率半导体的晶圆片的一个公司，那它也是在这个中国布局最积极的公司，它很早就到了河南去设厂，它也是目前台湾的晶圆片的制造厂当中唯一一家在两岸都有双挂牌的公司。所以按理说它在两岸都有布局，而且它看起来在这个功率半导体晶圆片的市占率是不错的吧？对，它大概有到3成左右嘛，全球市占率大概3成，所以是一个有相当技术的公司。对，那为什么这次我们要报道它，是因为我们发现它在两岸的表现跟它在中国大陆的处境看起来有点辛苦。其实把这个合金的这个策略跟历程看来看，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意思啊。合金其实在功率半导体，我们刚刚讲了，它专攻这个领域。对，这几年中国的布局，其实在功率半导体，在汽车电子，其实都是他们的重点发展。那中国的汽车呢，现在全世界呢，大家都在关注。那照道理讲，合金当初去河南设厂，应该就是早就看到中国汽车产业的这个趋势了。对，其实他没有受益，他变受害。真的很奇怪，他的客户包含英飞凌、安森美、台积电跟中芯都是他的客户嘛， 对不对？然后市占率3成，看起来也很不错。他到底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先讲结果好了。好，其实合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公司啦，很努力的在维持它的获利。可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报道呢？在2024年的前3季的时候，你去看合金的财报，归属于母公司业主的净利，就是说，你是股东的话，他真的要分给你的净利大减9成。大减9成，它的合并营收是66.3亿，但是呢，归属于母公司业主的净利这只剩下1000万，所以情况是蛮严重。为什么？因为23年的时候，归属于母公司业主的净利是5亿6900万，落差很大耶。再往下去追嘛，发现24年初的时候，上海合金挂牌了。照理讲，终于两岸双挂牌布局完成了，同时在24年宣布台湾盖12寸厂，然后在河南也要盖12寸厂，这是合金有史以来从未有的转型，因为合金一直都是一个8寸的细晶圆片的制造厂，就像世界先进终于启动了12寸，合金也动了，没错。但是股价跟获利可以分给股东的呢，锐减。这就很有趣啦，就是等于是启动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但结果2024年前3季的获利却是锐减到9成以上。其实它并不只是合金单一公司的事情，即使是一些在中国它的营收比例不是那么高的公司，比如说环球晶，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股价是出现压力。没错，那所以就必须要往上一层看，去看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过去看这个细晶圆片，过去两岸是以贸易合作，就像我们之前写过的记忆体一样，它是一个稳定的结构。但是我们就发现，中国竞争对手出现了，这个公司呢叫做这个互归产业，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分析互归产业跟合金的这个财务报表结构，究竟状况长什么样子。不比还好，一比真的是发现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一定要关注。从之前宏达一路以来都告诉我们说，整个中国在扶植他们的科技或半导体产业的时候，他们是以提高自给率为优先的目标，所以他们会拼命的扩张产能。那所以这个互归产业这家公司也是受到中国政府政策的指导下持续的扩
张市场规模吗？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写作文都常常写这个什么时代的巨轮我们过去几年写了这么多的美中科技战、半导体战啊，大概有至少5-6年以上了。对，不过这个时代的巨轮大概转了一格，什么意思呢？美国说它要供应链安全，但是中国呢？中国也要供应链安全，特别是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所以呢，你说它能够没有矽晶圆片吗？不可能啊！它中芯投了这么多的厂啊，每一个厂都要矽晶圆片。对，所以呢，他就投了一个公司叫互硅产业。那这个互硅产业呢，它其实是在科创板挂牌的，所以它其实是有财报也有股价可以给大家分析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开始对于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出现巨大的影响我想刚开始张忠谋前几年在讲全球化已死的时候，大家还有点意见。看到这个例子我相信各位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意见。互硅产业跟合晶是什么一个竞争态势第一个，这个互硅产业呢，它是国家队，你去看它的年报里面，其实它都财报里面它都有讲国有资本，它的标注很清楚，国有资本我有多少。那互硅产业的国有资本的持股率呢是达到 49.6%， 这是大基金所持有的公司。而且呢，它的这个负责人它的总裁不是默默无名之辈，他是重量级的人士，邱慈云当过中芯的执行长，当过华虹的总裁所以等于是原来是买家现在来当供应商你说呢？对不对？对，他会不了解中芯跟华虹的需求吗？再来呢，这个公司的补贴在中国举国体制的补助底下，我们在这个财报里面看到几个数字。第一个呢，这个半导体都有景气好坏，但是呢，不管景气好坏呢，互硅产业的这个资本支出年年都是砸大钱，都是不断的这个增加它这个2020年的时候呢，是投了这个11亿人民币，一路往上加到23年的时候已经到41亿了。那到24年呢，前3季只有前3季35.3，那就代表什么？24年全年保证超过23年一路往上加。可是它的获利呢，上海合晶跟互硅产业去比，其实上海合晶常常都是赚赢这个互硅产业的。对，意思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在意获利财报里面都有写政府补贴而且它那个财报里也写了，它所列出来政府补贴不是全部的，只是会影响它的营业活动，影响它的财务表现的政府补贴。但是你去比它的政府补贴跟他所得到的净利，像23年的时候，互硅产业得到了 1.94 亿元人民币的这个政府补贴，那比他当年的净利1.8亿还要高，所以呢，其实扣掉政府补贴，这公司并不赚钱。那21年的时候呢，其实互硅产业是得到了 2.9 亿人民币的这个补贴可是当年度的净利是 1.4 亿人民币所以21年的时候他得到的这个补贴是他净利的2倍。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数字，24年的前3季呢，互硅产业其实是亏损的，但是它在用在建制厂房上面长期资本形成的金额是35亿元人民币是上海合晶的20倍。这个半导体产业是比工厂比设备的，你一定要有工厂才能生产才能赚钱。20倍什么意思？就是接下来它的这个营收跟规模会继续爆冲。中国的扶植的科技的公司不断的壮大的也是片海战术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现在大家是地缘政治，大家要顾的是自己的供应链安全，所以它第一要有量嘛。外商可以拿来就是说我国产还跟不上的时候，我先拿你来垫挡一下。但是当我真正都可以补上的时候，你叫他选谁呢？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其实合晶在上海其实也有挂牌嘛。我觉得公司一定会想说，我在上海挂牌，我在中国挂牌，一定代表我就属于中国队，所以是不是在采购上会比较跟在上海挂牌的公司合作，也就是上海合晶？这件事情有发生吗？目前没有看到，因为业界都知道啦，你在中国发展，你要么要拿到政府补贴，要么你就要拿到一些专项计划。对。但是合晶看起来跟这个比较无缘比较无缘，所以它这个挂牌其实有一个部分，我相信它也是希望可以让它的身份变得让中国比较可以接受，在两岸呢可以各自有一个局面发展，但是接不接受呢是要看中国。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观察，因为其实非常多的台商打这样子的如意算盘，认为说在两岸挂牌可以各吃两岸的市场，但到底你会不会真的被划到中国队里面，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再思考一下。但我们可以观察合晶的案例啦，其实宏达这次也访了合晶的这个总经理嘛，是他们还是应该还有一些应对的方法来面对现在的这样子的竞争态势吧。
其实合金现在它之所以启动12寸，也就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嘛。这里面再跟各位谈一个事情，中国的这个功率半导体发展里面，很有趣，还是有美商赚钱。这公司叫做 TI。德州仪器，德州仪器在他第3季的法说会里面讲得非常明确啊，他说我们确实有从中国的汽车功率半导体供应链赚到钱。那原因是什么呢？对，几年之前，其实德州仪器就已经开始将它的功率半导体转往12寸去生产，所以它的效率仍然比停留在8寸比较小晶圆片的这些竞争对手要来得高。所以 TI 已经证明了说，你还是要跑快一点。中国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它也当然也会留一点空间给能做到的人。所以合金在24年的时候启动了，在河南要盖12寸，在台湾也要盖12寸，基本是这个道理。而且其实合金还有一层转型，它在台湾呢，未来就不会是只是纯粹要做这个功率半导体，它也会做一般的细晶圆片。成熟制程的生机就是往先进制程靠。了解，所以看起来还是技术领先是大概是唯一的保护伞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要拼市占率，要拼规模，这件事情真的还是中国的强项，或者拼国家支持，这是中国的强项。台湾厂商要如何避开这些事情，找自己的利基跟优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相信这样的故事会不断重复发生在台湾的科技厂商身上。那我想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挖掘，投资人在看公司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啊，到底是哪些产业会遇到中国的竞争。不过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上面有看到合金还是蛮努力的，要去把这个获利当成他们的指标啦。因为你就补贴久了，其实它会有个缺陷，它其实效率不好。了解。那台湾的厂商仍然是维持将本求利，所以它应该会维持高效率、有竞争力的运作啦。市场经济还是最有效率的，时间就会给你一个公道了。对，钟摆效应啦哈，但就是需要花时间，在那个过程中，可能大家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除了讨论合金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最近川普开始讨论说，是不是要针对晶片课税这件事情，大家最关心就是台积电。我记得上次我们台积电的时候，他们发言人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以前就专注在自己的制造跟技术领先上面，但他们现在发现地缘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了。这件事情，我想宏达应该观察了非常的久了哈。第一层，我们还是先看台积电的这个基本啦，就是说24年是台积电关键的一年，就是说 Intel 把它的这个 Pat Gelsinger 被离职，其实台积电的规模跟它的技术的领先，现在真的看起来没看到明显的竞争者。那但是现在呢，在25年上半年的时候，全市场就是关注一个事情，就是川普的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究竟台积电能不能够面对？业界都知道，其实美国非常的希望台积电在持续的加码投资，不是只有制造，最好连研发，最好连封装都带去。对。那当然台积电并不见得就是这么干脆的就想答应不是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它跟技术无关，它跟市场也无关，它跟政治法律有关。对，所以呢，各位看过去有什么 antitrust， 你的市占率这么高的时候，他就会拿安全做理由，你这个市占率是不是有个问题？其实台积电早就布局了，前几次的这个法说会的时候，这个魏哲家董事长其实就提出了一个 Foundry 2.0 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讲 Foundry 1.0 的话呢，大家都每次都在讲的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的市占率90几，几乎接近独占。对，以前这听起来很 OK， 对不起，现在在地缘政治的时候听起来相当刺耳。对，没错，看起来很危险，感觉随时会被制裁的感觉。Foundry 2.0 的定义是怎么样？因为我看魏董的回答是说，如果是以 Foundry 2.0 的话，市场的市占率大概就40%而已啦。这个先进制程其实线宽萎缩越来越小了。对，那未来的性能的增加其实要靠先进封装。那意思就是说，我应该要把封装产业的营收市占率都拿进来，因为他讲了，我台积电很多的营收现在也都来自于先进封装啊。对，那我的市占率怎么可以只算线宽萎缩，前段制造，后段都不算？把封测也加进来了。魏董讲了Foundry 2.0 的时候呢，那个年终法说会的时候，我特别问这个问题，问董事长，他就说 Come on， 你这个 GPU 人家市占率90几，然后这个 X86 的这些市占率处理器70几，我们Foundry 2.0 才30-40几，这么低，这个离这个很远啊。
官方说法已经出来了哈，是所以官方说法，现在台湾的报纸都把这个 Rapidus 写成哇，这个好像它只要一出来啊，一盖厂啊，只要生产第一片晶片哦，台积电就会完蛋哦。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啊。其实业界传出来的消息就是台积电可能还希望这个 Rapidus 啊好好运作下去啊。为什么？你从 Antitrust 的角度来看就好了。为什么 Rapidus 其实是台积电的助力？如果今天有人来问你说，你先进制程的市占率这么高，是不是代表市场已经被你所寡占，被你所垄断？错，因为呢，不只有三星跟 Intel 这两个竞争对手都还在说我要往2奈米以下前进，对不对？我还有新加入竞争者，还有 Rapidus 也要进来了，表示这个市场非常有效，在竞争非常的活络，而且呢，竞争并没有因为台积电的成功而停下来，大家不断的在往前推进。所以你说呢 ？Rapidus 存在对台积电好还是坏？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加分呢，对不对？加分，对，而且搞不好以后 Rapidus 跟台积电也可以合作啊，我可以license一些东西啊，大家合作啊，而且日本政府非常希望再继续在半导体推进，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商业难的地方了。你是朋友还是敌人，有时候一时说不清楚。真的，那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应该要乐观其成哦。对 Rapidus， 搞不好可以帮台积电做一个解套。台积电的 base 它是有数百个客户，几十种制程，非常非常多种的产品。对，那你跟你一个刚开始 Day One 还没有生产出一片晶圆的厂来讲，我觉得真的这两个公司应该合作的可能性会比竞争来的大。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台积电重新定义了市场的市占率的规模嘛，它用Foundry 2.0来做，对对对。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对于 Rapidus 是乐观其成啊，所以台积电跟 Rapidus 之间的互动跟未来的合作空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但第三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最关键的，想问说，那因为其实美国还是非常非常希望台积电可以到美国去设厂，或者是扩大生产规模嘛，那这件事情他怎么处理呢？其实我是看这个 Arizona 的报纸哇，这个去年大家记不记得这个 Arizona 对台积电其实有点意见，因为工会，但是呢今年其实整个台积电在 Arizona 的这个态势是变好的就是它其实真的开始生产了它的良率是不错的。那成本当然要花时间，要规模了那怎么面对美国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事情也蛮清楚的啦。川普在他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呢，擅长一个交易策略，叫做创造筹码。墨西哥跟加拿大这么麻吉的邻居，你给他一下就克25%，对不对？马上改成再看看，缓一缓。所以呢，含什么筹码呢？不一定是真的会发生的事，真正的目标在后面。好，那台积电呢，筹码还没被创造出来，它一定会创造出筹码，但是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希望供应链安全。还有一个，美国的民意开始已经出现了很明确，就是不补贴，但是它关税上面它还是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啦。对啊，因为你晶片其实很多都是卖到中国去，卖到东南亚去，组装成成品卖到台湾，做成 server， 做成 PC， 再卖到美国。所以你美国提高晶片的关税，那你干脆就对所有的电子产品提高关税好了啦。对啊，没错，所以这个东西还有蛮多的变数啦。但是我相信台积电，因为现在有了一个好的良率的基础，所以制造会不会在美国再增加，这个是有可能。因为其实刚刚宏达不断提到说供应链安全这件事情嘛，所以其实要让美国觉得供应链安全不是只有在美国设厂，它可以加码在日本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之前熊本县知事非常希望那个台积电能够在熊本继续加码，最近就是业界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熊本旁边开始整地。因为现在1厂开始量产，2厂建设中嘛，所以有可能3厂不排除，我们只能说不排除在熊本再盖一个厂。如果有这件事的话，那当然对日本政府来讲，或对熊本地方政府来讲，都会比较觉得开心一点。日本材料是很强的嘛，台积电在日本扩大投资比去美国成本还要低，而且效率可能还要高，也有材料优势，这样或许是不是也可以说服一下美国说我可以在日本扩厂啊？就台积电也需要选择，台积电如果说你要台湾加1的话，那我也可以把它放在日本，不一定要放在美国，这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啊，在地缘政治下面，这次魏哲嘉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非中国的
都是我的客户。过去我们跟三星，其实上次宏达也有提到我们跟韩国之间的竞合关系，三星也是他的客户。所以上一次法说会魏董讲完这句话之后，我的眼睛就长这么大，因为他以前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全世界主要的晶圆厂、半导体厂当中，只有那一家不是我的客户。现在之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现在变成是中国之外都是我的客户哦。因为各位要知道，三星是相当大的公司，所以延续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地缘政治的力量非常巨大，就是怎么讲，时代的巨人，真的想都想不到。AI 运算其实一定是越来越普及的。那 AI 普及之后，其实记忆体跟逻辑的整合，这也必然会发生。在地缘政治，中国其实会发展它自己的一套，三星未必有这个条件能够参与中国的发展的时候，其实跟台湾台积电的合作其实是一个难以避开的选项。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三星跟台湾的合作。对，这东西我们会继续看下去哈。那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蛮想帮投资人问，到底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对它的毛利到底会影响有多大？就是看起来美国积极邀请嘛，然后现在他也已经到美国去了。您刚刚讲了说，其实民意对于补贴这件事情是有点问号的，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形势基本面来看，其实台积电相当好，对不对？可是台积电的毛利率大概都在58%左右，目前看的 guidance 都没有超过60%。上次的法说会有个重点，就是说他讲了那个美国的新厂对毛利率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在财报上，大概只有反映1%。就是海外厂其实长期是2到3%，就是说现在日本跟美国厂已经开始运作了，开始摊折旧了，这逐季这个对于毛利率的影响会增加出来。同时其实这个新的制程上线其实对毛利率也会有影响。在第4季法说会的时候，分析师一直追问，你既然表现都这么好，你就应该提高一下你的毛利率目标，不是每次都说53% 以上。对，感觉略显保守。但是他讲的也很直接，就是说其实台积电最大风险是什么？万一这个全世界的景气突然下滑萎缩，大环境的状况，这个我们要保留一点 buffer。他当然不会去排除说，我们以后不会超过60%。那个分析师都问说，那你会不会到70几呢？毛利率会到70几？他说我永远都不会比我那个客户高。其实就讲了 NVIDIA， 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NVIDIA 就是台积电或者这些 AI 晶片公司啦，高毛利的 AI 晶片公司是它下一个大成长的主要来源。对，所以它不可能比 NVIDIA 的毛利率高。好，那台积电是条大船，它就是上下动荡，可能别的公司是讨论赚不赚钱，它其实它是规模不断成长之际，其实它的毛利率大概是维持几个百分点上下的一个移动啦，它是随着周期移动的，所以我想这条大船其实相当平稳啦，真的，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啦。所以 overall 来说，其实宏达对于台积电应该还是充满信心吧，因为最近 DeepSeek 整个包括 NVIDIA 包括台积电都被下杀嘛，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好，任何东西普及都是要先变便宜，是变便宜之后呢，量就会出来，就需要更多的晶片。之前大家有会说 AI 是一个泡沫或什么，事实上讲句最简单的话，美中两大国争夺的不只是晶片，晶片只是铲子我也可以用手挖，是工具。争夺是什么呢？争夺是 AI 才是关键。我需要实践 AI 这件事情呢，我一定要这个工具，我用算盘嘛，对不对？是。好，所以美中呢只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这个竞争里面。你如果什么工具都有的时候，我想你的选择跟你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对，当然还是比较正面乐观来看这件事情，就让 AI 普及化之后，基本上对整个市场是好的啦。对，大概这个逻辑。我个人真的觉得 AI 的潜能呢，其实是刚开始，真的，这市场才刚开始发展，所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追踪下去。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24集里面，鸿海并购日产落空 ，MH 的出海口到底在哪里？里面的留言，绿茶鲁说70块啊，谢谢啊，抖内的70块，非常感谢。钟瑞增说别闹了，就算并了也只是炒股而已，鸿海的电动车打得过大陆吗？这个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财团决战斑马线说，简单讲鸿海就是缺品牌，那就学中国到欧美去并购快倒掉的车企，像是玛莎拉蒂、Aston Martin 之类的，换取欧美市场的准入权。对，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想要并购日产的原因啦。不过其实这个过程错综复杂，事情也还在进行中，那我们就为大家继续的关注。今天非常感谢宏达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点击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还有更多的报道在里面，也可以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30期，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